娃娃掉了没个做不动，他也天天想去强迫我，强迫我们他就我不给他强迫没，他就拿起一面瓜子乱去整了嘛。如果不是亲耳所见，我是绝对不敢相信世上竟还有这等牲畜。老婆被他打到流产，他竟还要强行。宝子们，请藏好你40米的大刀，听话，我怕你会忍不住冲进手机里嘎了这畜生。2003年3月，贵州盘县华石乡，王大爷人老心不老，准备到水库去钓雷壳子，不成想勾上来一个蛇皮袋，又是那该死的好奇心，瞬间就把大爷变成孙子。袋子里竟然是个人头，可惜被鱼啃了个稀巴烂，已经没法看出本来面目，故而确定不了死者身份，只知道是个男的。根据血液的新鲜度和皮肉的僵硬程度，判断死亡时间在5小时左右。再从切口的光滑度来看，该头颅是被利器咔嚓一声直接给剁下来的。不可不说，凶手算是给了死者一个痛快。结合当地环境以及死亡时间，警方推测凶案发生地不会太远，死者8成就是附近村民。而离水库最近的村子叫做许家屯村。侦查员随即来到这里，挨家挨户走访调查。遗憾的是，结果并不理想。大半天过去也一无所获。随着事情发酵，越来越多村民跑来看热闹，大家伙七嘴八舌讨论着那个倒霉鬼到底是谁。然而有人突然发现，平时嗓门最大、最爱看热闹的许大成，今天居然没来吃瓜。正是这番无心之言，让侦查员嗅到了一丝蹊跷。该不会死的人就是许大成吧？这许大成家住水库东北角，距离仅200米，家中共4口人，2儿子在外赚老婆本，他和妻子邢胜琼搁家里种地。侦查员到他家时，就见门窗紧闭，咋喊也没回应，这更令人心头一紧。绕着房子转了一圈，可算发现一个侧窗没关，尖着头往里一看，好家伙，墙上星星点点都是血。不过保险起见，还得先排除是不是宰猪宰狗喷的。当然，我可爱的宝子们，你们肯定已经猜到，这血是猪狗不如的东西的。村民们也反映，许家经常能听见杀猪声，以及锅碗瓢盆乒乒乓乓的声音，估计是这夫妻俩在打架。再联想到那颗人头和他们的突然失踪，警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邢胜琼伙同他人嘎掉了亲夫许大成。考虑到案发时间还不久，邢胜琼应该跑不远，而且出村的路就2条，一条通往省道，大概要走1个半小时，然后再走2小时才有车可搭；另一条通往320国道，走2小时后到达流沙县，再从流沙县坐车上国道往昆明方向逃。如果邢胜琼脑子正常，大概率会选择走路比较少、更节省时间的路线，也就是通320国道那条。思及至此，侦查员立即给流沙警方去电，请求在国道方向设卡布控。2小时后，好消息来了，嫌疑人邢胜琼落网。这女人柔柔弱弱的，一看就是个老实坨子，你很难将她和杀人犯联系上。在经过长达3小时的心理疏导后，邢胜琼终于承认杀了许大成，并将他大卸8块。把他砍了嘛，就是把他脑壳拿给丢在海里去了嘛，他的手还绳子嘛就拿悬在铺底下去了嘛。根据邢胜琼的供述，警方在他家床底下找到了许大成其他部位，那场景连警察都不堪多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正在玩拼图，但拼的却是血淋淋的尸块。作案工具是劈柴用的大斧子。邢胜琼趁丈夫打鼾的时候手起斧落，霎时间鲜血犹如喷泉一般，滋滋滋的仙女散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邢胜琼为何这般残忍呢？据他说，自打架进来后，他就一直活在痛苦中。许大成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稍有不如意就对他大打出手。当初老三都已经5、6个月了，硬是被打流产了。孩子被打流产了是不是？孩子打流产了嘛。许大成不仅性情暴躁，还有特别的怪癖。每看到邢胜琼被打得哭爹喊娘，他就哈哈大笑，有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感。更令邢胜琼胆战心惊的是许大成的吃肉频率，别人都是几天开一次荤，他是1天开几次。娃娃掉了没个做不动，他也天天想去强迫我，强迫我们他就我不给他强迫没，他就拿起一面瓜子乱去整了嘛，他怎么死不吃。长期的虐待和折磨，邢胜琼无数次想过自杀，而促使他一斧子砍下去的原因是那几日许大成又动手了，不仅将他打得遍体鳞伤，还逼着他住进了狗窝，甚至撂下狠话要用斧子砍死他。迫于许大成的淫威，邢胜琼真在狗窝里住了2天。第3天早上，饥寒交迫的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偷偷溜进了家门，看到许大成正呼呼大睡，床旁边还放着一把斧头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一股气血涌上了邢胜琼的脑子，停不了也挡不住，他砍了整整81斧，
连许大成的工具都剁了个稀烂。当时我没人承认，平常我不会想那么做他的，他不立起斧子来动我家娘娘我不会拿去砍掉他的。能够20多年我不会砍他们，我就现在我会给一斧子砍他。邢胜琼的怒火是20多年来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，从某种层面来讲，他也是个受害者，但现在却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目前，我国保护妇女的法律已相当完善，如果遭遇了家暴，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